昨天比特币是收了一个双底看的 K 线形态，那现在比特币日线级别昨天是一度再破了16000，现在又重返16000，日线级别有没有可能已经是两只脚压回确认已经是结束？那今天再利用20年3月份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黑天鹅事件，日线级别图形是非常的像，也是踩了两只脚的结构，后面它是怎么走出去的？今天再来跟大家比对，以及昨天有跟大家聊到，不排除这个狗狗币压回来全部都是机会，因为你可以看一下，就前面半年的一个平台整理区，它这一次压回的低点是非常的巧妙，有可能这边会整理出一个矩形的区间。昨天的视频已经跟大家讲了，参考20年当时一个底部的位置，它也是因为这个低点前面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半年多的平台整理区间，所以昨天是跟大家讲有两个买点，一个是这一个下沿的位置矩形，还有一个就是这几天的下影线的位置。你昨天如果有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也是在买了，我感觉狗狗币压回来是机会。前面在高位的时候，希望朋友们不要追。你如果手上还有资金，买的话就耐心一点，要受得了这种波动。有可能黑天鹅事件等到结束的时候，它会不会慢慢走出去啊？那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位置为什么支撑会这么强啊？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佣 20%， 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可以不用认证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昨天已经讲得很细的，就是这边估计可能会整理出一段时间啊，它不一定会马上直接微上去，不管是有没有利好，如果直接微上去当然是最好，如果是微不上去，那就给我们足够的时间。你如果还有资金的话，尽量找低点。至于这3个下影线的低点，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因为这一根多底是非常的强啊，它是直接上涨，把前面的这一根下跌全部吞掉。那吞掉的一根大涨的 K 线，一半的位置也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所以昨天也是有跟朋友们讲，你如果不想等这种低点，你就找一下看，这2个下影线的位置也是一个短线的一个机会啊。当然，我个人最近是选择长线，因为我担心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在这个位置短线的话，我怕把筹码给卖飞掉。现在的一个走势，它既然是已经脱离了这半年多的底部区间，又压回确认，有可能下一步这边会整理出一个区间，就类似20年当时的这个位置。昨天是在利用这一个区间来比对，就这个区间后面是压回来又画了一个区间，主要就是前面的这整个区间是有半年多的一个平台整理区，它压回来破不下去啊，后面是怎么上去？也会有大局的波动，就是你要耐得住这种大涨，不要觉得你要卖。压回来哦，我感觉卖对了，万一是这样子上去呢，或者是上去你要觉得我要再卖，那它压回来又上去又压回来，像这种空间你要耐得住它里面波动的寂寞，万一是爆到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波动。包括比特币也是在非常低的一个位置，69000跟15000，当然前面抄底的一些筹码目前比特币也是还套在里面我们尽量就观察一下，短线上在这个位置前面是有跟大家讲，它按正常情况，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下跌，不应该遇到这么强的一根多方抵抗。主要这一根也是有消息，就是 CPI， 如果要继续下跌，你应该继续破啊。我的观点是，就是我们尽量去参考，比如说疫情爆发的时候，这2天是有跟大家讲，当时是这边矩形破位以后，这边有一个矩形啊，破位以后，它这边遇到多底。多底以后还有高点，但是你也不能追，它会压回再一次确认2只脚，就是有这种低点的位置。那我们尽量就观察一下，把均线给它加上去。这里面多底的结构，它后面是怎么出来的？就是有1只脚以后再踩了2只脚，2只脚它是不想破这个低点，所以这一次的一个结构，我感觉是跟这边有一点像啊，确实是有一点像。那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目前的位置是什么情况？就这个下影线的位置，它是不肯把这个位置给跌破。正常的情况，趋势你应该要继续破。那现在，日线级别是有2个多底了，就是多方的抵抗，这是一个插入线。那这2根其实是上涨的高点，已经是把这个一根也给它吃掉，只是收盘收的不太漂亮啊。今天早上收盘的话，你如果能收在这个上方，这2根也是很强的一个多方的吞噬。这一根也可以看成一个螺旋线啊，就类似一个螺旋，它上有影下有影，而且是相对比较长，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还会反复的震荡。目的为了什么？
5MA 现在是走偏，还有一个10MA 现在还没有走偏，它上面是有一点压力，10天的成本还在高位。那如果是这两根也可以看成一个多方的抵抗，这两根也是一个多方的抵抗，这个是一个拇指线啊，可以看成一个拇指线。另外我们再观察一下，其实4个小时是在一天里面能收出连续2个的多方抵抗，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多方的吞噬，这也是一个多方的吞噬。昨天就有跟大家讲啊，下去你不要担心，有可能会重新回到这个正 N 型的一个支撑上方。我的观点是，就这一个低点，或者是这一次15000左右的低点，可以是最后的一个防线啊。因为疫情当时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后面是就再也没有破过这一只脚，然后这一只下影线脚的这个低点，从来都没有再破过。你拉长一点去观察，后面是不会再破，所以不排除这个位置如果是真的是一个底部，我们的防线，你如果还有资金还要再抄的话，防线就在这个位置，这一个低点是最后的一个防线。那4个小时也有2个多底，然后日线也有2个多底。至于能不能马上直接位，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这个均线，这个10天的成本目前还压在头上。那我们要观察它后面疫情当时是怎么上去，它会先慢慢挑战了 5MA， 因为 5MA 开始走偏了，挑战了 5MA， 你再去观察一下，如果还有资金，你再去观察一下，它还会不会有2次压回、3次压回，然后再慢慢挑战了这个10MA， 然后再慢慢整一段时间，有可能下一次会不会去挑战这个20MA， 前提就是这个低点不能再破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疫情出来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子走出去了。从这边开始一个多方抵抗，这下影线也是算一个多底吧，后面是在这个位置感觉是收了一个多方的吞没，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是不是有再一次压回，然后上去以后过了这个10MA， 还有一次压回确认，就这个低点是再也没有破，它重心就是慢慢的不断在上移啊。另外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昨天有提到的一个 RSI， 它这个周线的 RSI 指标，这一次在2万左右破18000的时候，当时是来到 RSI 的30下方，30下方它是事隔接近4年哦，4年的话从来没有见过 RSI 在这么低的一个低档位置，而且这一次在破位，现在是周线的 RSI 是在背离啊，背离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有可能背离就是会出转折。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没有破过这一个30哦。还有我们可以参考它在历史上好几个底部的位置，在18年当时比特币接近3000到4000的时候，它这个 RSI 破30也是事隔3年到4年，从来都没见过 RSI 在这么低档的一个位置。就是它前面的一次18年之前哪一个时间有见过 RSI 在这么低档的位置，只有在15年的时候，就这个低点，所以它是事隔3年到4年会有一次这么低的位置，有可能不排除就是底部啊。那我们再看一下15年，昨天有跟大家讲到的，就是15年这一个低点是在200左右啊，当时 RSI 也是破30，破30以后，它后面是整理了半年，又挖了一个坑，挖坑的位置也是因为指标背离，就昨天跟大家提的，所以不排除这个位置比特币后续看能不能慢慢的缓步走出去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定我们 YouTube。